乌俄疯狂对攻，欧盟使团大楼遇袭，乌军缔造战争史。FPV 无人机首次成功袭击俄导弹艇。俄军奥斯基尔河困境暴露，扎波罗热战云密布。俄军再爆丑闻，指挥官射杀自己的士兵。我想活下去，俄军投降指南。俄无人机潜入德国，追踪美国原武器。北约火力全开，炮弹产量暴增6倍。倒反天罡，匈牙利起诉欧盟。俄煤炭工业崩溃，已无力回天。美军黑海亮剑 ，P8A 监视俄军举动。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空中对决已出现在乌俄上空，俄罗斯629个目标来袭，基辅遭遇开战以来第2大规模空袭，乌军防空系统创下94%的奇迹拦截率，乌克兰的反击同样猛烈，远程无人机和导弹直插俄腹地，3大炼油厂、2大铁路枢纽接连中招，俄军后勤命脉已岌岌可危。8月28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629个目标冲向乌克兰全境，这是自开战以来第2大规模的空中攻击，其中包括598架见证者无人机和诱饵，2枚 KH-47M2 匕首，9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20枚 KH-101 巡航导弹。俄军的目的就是通过饱和式打击消耗乌军的防空弹药，之后导弹袭击基础设施，只是这个目的并未实现。面对俄军的攻击，乌军的拦截率堪称奇迹，击落了590个空中目标，拦截率高达94%，包括563架无人机、1枚匕首、7枚伊斯坎德尔和18枚 KH-101。这个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但还是对乌克兰本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欧盟驻乌克兰使团大楼也未能幸免，遭受袭击，这恐怕会引起欧盟的怒火，后续影响很快就会显现。8月30日，俄罗斯发射537架无人机、45枚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击落510架无人机、38枚导弹。这是继8月28日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袭击，前线毫无进展。俄罗斯这是把希望寄托在空袭上了。面对俄军的空袭，乌军也展开了无人机远程打击。俄罗斯炼油厂、铁路枢纽接连开花。乌克兰第14无人系统团协同情报总局袭击了克拉斯达诺尔地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并引发大火。这座炼油厂每年加工625万吨石油，占俄罗斯总炼油能力的2.2%。萨马拉地区的古比雪夫炼油厂也燃起大火，被当地居民目击到爆炸。这座炼油厂年炼油产量高达700万吨，占俄罗斯总产能的2.5%，这已经是它第 N 次遇袭了，短时间内是别想恢复了。另一边，距离莫斯科大约167公里的维尔铁路枢纽也被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炸了。乌军特种作战人员将炸药放置在多个燃油列车油箱后进行远程引爆，直接摧毁了该站的关键设施。特维尔枢纽属于俄军燃料、弹药和人员运输重镇，俄军的后勤保障体系本来就不行，现在更烂了。进行以上行动后，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并没有停歇，伏尔加格勒的彼得罗夫瓦尔车站与萨马拉的克里亚日火车站也相继遭到袭击，引发火灾，并导致火车服务中断。彼得罗夫瓦尔更是5天内第2次被袭，其作为运输军民物资的战略枢纽地位，成了乌军的重点照顾对象。粗略一算，仅仅1个晚上，阿菲普斯基和古比雪夫这2家炼油厂被袭，就让俄罗斯的炼油产能又损失了约 4.7%。此前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行业的打击已经瘫痪了俄罗斯17个炼油厂，加上周末2天的袭击，俄罗斯损失 23% 的炼油能力。除此之外，在8月29日，乌军还袭击了为俄军供应柴油的管道。布良斯克州奈托波维奇村附近，一座线性生产调度站发生爆炸并起火。该调度站由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运营，通过主输油管道输送柴油，主要满足俄罗斯军队的需求，其输送能力约为每年1050万吨。袭击该管道可以严重扰乱俄军燃料运输，削弱俄军的进攻能力。火力军大胆预判，如果乌克兰继续瞄准并摧毁距离前线1000公里以内的所有炼油厂，让俄罗斯损失 70% 的炼油能力，那可就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届时俄罗斯国内必将发生意想不到的巨变。乌克兰手里的远程无人机火烈鸟、长海王星可都不是吃素的，1000公里至3000公里的目标都不在话下。乌克兰更大规模的反击恐怕很快就会到来。在最近的袭击中，乌俄双方在海上也各有战绩。俄海军无人机首袭乌舰，乌军反手击毁俄导弹艇，顺带还创造了新的历史。
俄罗斯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首次使用海军无人水面舰艇袭击了多瑙河三角洲附近的一艘乌克兰海军舰艇，也就是辛菲罗波尔号中型侦察舰。这艘舰艇的原型其实是一艘普通的拖网渔船。乌克兰海军为了增强自身的侦察能力，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装。改装后的辛菲罗波尔号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具备一定作战能力的侦察舰。为了提升其火力，舰上配备了 AK-306 6管自动火炮系统，在近距离作战中能够发挥出不小的威力。为了满足侦察行动的信息沟通需求，辛菲罗波尔号还安装了无线电站，这使得舰上人员能够及时与外界进行联系，获取和传递重要情报。但面对俄军无人艇的突然袭击，还是吃了亏。乌克兰各大媒体也承认了这一点。乌克兰也毫不示弱，反手就是一记重拳。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特种部队在亚速海展开幽灵联合行动，成功击中并瘫痪了一艘俄军21631型导弹舰。这艘导弹舰的排水量并不大，满载也不过1000吨，但可以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不仅削弱俄军在黑海区域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还创造了新的历史。这是 FPV 无人机首次击中俄舰艇。在进行打击时，乌军操作员在超过350公里的极限距离外，成功对这艘俄军护卫舰发动了精准突袭。从视频来看，这艘导弹艇已察觉威胁并进行机动规避，但其舰上装备的 AK-630M2 在面对 FPV 无人机袭击时，全程哑火，一炮未发，最终导致舰体受损。根据目前的消息，很难判断近防系统失效的准确原因，可能是观测与火控雷达无法有效追踪小型无人机，也可能是火控系统本身存在问题。但无论如何，结果就是俄军导弹艇遇袭。这次成功的突袭不仅造成该舰船体侧面受损，更关键的是直接摧毁了舰上的雷达系统，使其彻底失明，必须进入漫长的维修期，无法发射口径导弹。战场方向，俄军奥斯基尔河困境暴露，扎波罗热战云密布。更离谱的是，俄军指挥官对自家士兵痛下杀手。库皮扬斯克方向，奥斯基尔河成为俄军噩梦。乌军精准打击再见奇功。乌克兰一个作战营的指挥官称，由于乌军的猛烈打击，俄军无法将重型装备或摩托车运过奥斯基尔河，被迫在夜间以每组不超过20人的小队徒步趟过浅水区。就火力军来说，这不是渡河，这是在送人头。在无人机的袭击下，即使是在夜晚，俄军也难逃打击。此外，在库皮扬斯克地区，乌军侦察部队与打击部队协同作战，摧毁俄军一座弹药库。一个巨大的火球直冲云霄，袭击引发了2次爆炸，俄军大量弹药被一锅端。此次行动是通过第10陆军第77独立空中机动旅执行，空中侦察队提供实时情报和目标数据，之后无人机操作员对其进行精准打击。扎波罗热方向，乌克兰一个旅的发言人发出警告，俄军可能正在准备向这个方向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在前线地区集结兵力，准备预备队重新集结，并进行侦察活动。这位发言人透露，俄军大多以小型火力小组的形式在黑暗中行动，同时增加了无人系统的使用，并更加积极地打击乌克兰阵地。俄军这种反常的行为，证明他们可能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进攻。俄罗斯现在不想和谈，根本目的就是拿下更多的乌克兰领土，加强扎波罗热的进攻。火力军并不奇怪。不过，由于乌军无人机存在，俄军可能不会像2025年春季那样投入大量重型设备进行攻击，只能使用无人机、渗透战术等。火力军只能说，俄军的行动注定无功而返。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克兰国防军发动了清仓行动，摧毁了俄军的弹药库和避难所，里面放着的正是无人机弹药。行动还没开始呢，自家弹药库先没了，这还怎么打？直接洗洗睡吧。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国防情报部的特种部队还摧毁了俄军 S-400的雷达系统 91N6E。作为一款防空系统，雷达却天天被炸，真是够搞笑的。前线不断失利就算了，俄军内部也是丑闻不断。继诈骗普京、互开黑箱之后，指挥官开始对自家士兵下杀手了。乌克兰空降部队揭露，在库尔斯克地区，俄军155海军陆战旅的指挥官当众处决自己的下属。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这名被射杀的俄军士兵应该是刚从一次袭击中撤回，身上还带有伤，但因为攻势失败，俄军指挥官便将其射杀。按照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的说法，这种行为早已成为俄军内部的常态。俄罗斯指挥官不让这些官兵活下去，但乌克兰可以推出俄军投降指南，目前已经超过47000名俄罗斯人申请。就战场情况来看，普京已经把俄军士兵逼上绝路。截至目前，俄军伤亡超过108万，这意味着俄军每天大约有1000名士兵失去战斗力。实际作战时，俄军的人海战术几乎不考虑伤亡，对于俄军士兵而言，被派往前线，死亡或重伤几乎已成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向乌克兰投降成了俄军士兵保命的唯一途径。那么在战场之上，俄军士兵如何投降？这种情况听起来虽然很离谱，但抓住这个机会其实相对简单。比如传单指示，乌克兰会以传单形式向俄罗斯士兵发出投降呼吁，上面指示他们举手或挥舞白旗。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无人机发出投降指令。除此之外，乌克兰政府还发起了一个名为“我想活下去”的项目，接受俄军士兵的自愿投降请求。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战场投降本来就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被榴弹或弹片击中，这下也不用投降了，直接原地开启第二人生。更离谱的是，自愿投降会被俄罗斯定义为背叛。如果俄军投降士兵周边还有其他士兵，这些人就会对那些投降的士兵开枪。俄罗斯会杀害那些试图投降或者已经投降的士兵，并不是什么新消息。不过，通过电话、消息应用程序或聊天机器人联系我想活下去项目，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风险。项目专家会精心准备行动，力求过程安全可靠。这个项目不仅服务于前线士兵，后方人员和那些面临动员的人也同样可以联系。其最初就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帮助俄罗斯人避免被送到前线。在近3年的时间里，我想活下去项目收到了超过47000份俄罗斯人的投降申请。那么进入乌克兰战俘营究竟有什么好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保命，不用被那些俄军指挥官派去执行自杀式任务，投降者可以安全地被关押，直到乌俄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寻求欧洲国家的庇护，或者返回俄罗斯。乌克兰还承诺绝对保密，没有任何指挥官会知道某个士兵是通过我想活下去项目自愿投降的。从表面上看，这名士兵就是在战斗中被俘，他的家人不会面临迫害。不过能不能领到赔偿金，火力军就说不准了。毕竟俄罗斯国防部会将那些失踪士兵的赔偿金摊掉，给自己买游艇。除了俄罗斯人，雇佣兵也能联系该项目。过去1年的时间里，在俄军这边，外国雇佣兵的数量大幅上升，很多人是被高薪工作诱惑，然后被迫签署合同。这些人也可以联系我想活下去项目。2024年的时候，乌克兰外交部就呼吁，如果外国公民被派往前线，请务必联系我想活下去项目。该项目的网站甚至专门为外国观众提供了英文和西班牙文版本。战场之外，俄无人机潜入德国，追踪美国原武器。战火不止在乌克兰前线，现在连德国的后方补给线都成了战场。俄罗斯或其特工一直在德国东部的运输路线上空发射侦察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可不是来看风景的，他们盯上的就是美国及其盟友运往乌克兰的军事物资。在此之前，俄罗斯是通过特工等在欧洲进行破坏行动，比如英国仓库火灾、挪威大坝遇袭等。不过在进入2025年之后，这种破坏行为大幅减少。在2025年前6个月，仅在欧洲发现了4起俄罗斯破坏或未遂破坏事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收手了，而是转换成了另一种方式，也就是间谍活动。通过无人机摸清哪些公司正在为乌克兰制造武器，以及如何将武器运入波兰，再转运至乌克兰。这可以让俄罗斯更好地了解乌克兰拥有哪些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将部署在哪里。德国媒体也证实了这件事。在德国东部的图林根州，德国军方发言人明确指出，在军事设施附近，俄罗斯无人机飞行对其构成了重大安全威胁。德国媒体还爆料，至少部分无人机是伊朗制造，可能直接从波罗的海的船只上发射。这意味着俄罗斯的间谍网络已经渗透到北约的家门口。美国官员虽然证实了这些飞行，却无法追踪其来源，只能认为是俄罗斯人或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干的。图片报给出的数据更离谱，仅在2025年1月至3月，德国上空出现了536架不明身份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大多选择在傍晚和夜间活动，重点关照区域就是威廉港的海军基地以及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这2个地方可是北约在欧洲的军事要地。面对《纽约时报》的证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却轻描淡写地表示，克里姆林宫不知道此事。这话谁会相信呢？在乌俄作战的背景下，北约火力全开，炮弹产量暴增6倍。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短短2年，欧洲的炮弹产量已经飙升了6倍，预计到2025年底，年产量将突破200万发。德国更是宣布，到2029年将在国防领域投资近1530亿美元。北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军工产能，为长期对抗俄罗斯做准备。吕特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北约吸取了乌克兰在工业动员上的经验，还要把炮弹生产的成功模式复制到重型的武器装备上。北约加速军备的深层原因，不只是要援助乌克兰，也是为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准备。
吕特透露，仅仅在2025年，俄罗斯就计划生产至少1500辆坦克、3000辆装甲车和数百枚伊斯坎德尔导弹。火力军之前就表示，战火会烧到欧洲，北约提前准备不会错。在欧洲这边，匈牙利又开始整花活了，竟然起诉欧盟。匈牙利一纸诉状将欧盟理事会和欧洲和平基金告上了法庭，理由是欧盟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听起来很离谱，但匈牙利的确是这样做了。早在7月份就提交了诉讼，目前欧盟法院已经正式受理，准备认真审理这桩大案。真是离大谱，匈牙利的目标很明确，挑战欧盟理事会。在5月份的时候，欧盟理事会做了一个决定，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当作提款机，规定其净收入的 99.7% 都得转入欧洲和平基金，直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按照匈牙利的说法，在这项法案的投票中，自己明明是弃权，结果欧盟直接把弃权票解释成这些资金可以在未经匈牙利同意的情况下部署，然后匈牙利就开始闹了。不过火力军认为匈牙利掀不起多大风浪，就这小体格还挑战欧盟呢，趁早举手投降，欧盟还能考虑放匈牙利一马。再继续跳的话，保不准之后就将匈牙利给踢了。现在欧盟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同意这件事。此外，此前还有消息传出，特朗普成功说服了欧尔班，解除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的封锁。在特朗普的影响下，匈牙利也不敢闹得太凶。在俄罗斯本土，煤炭工业崩溃，经济跌至谷底。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煤炭工业正在历史性崩溃。俄罗斯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煤炭公司合计亏损23亿美元，其中2/3的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平均下来，这个行业每天就要烧掉超过1240万美元。盖达尔研究所的专家指出，全球动力煤价格跌到每吨64至83美元，直接把采矿业的盈利能力砍掉了一大截。而作为俄罗斯硬煤和炼焦煤的主产区，库兹巴斯地区贡献了俄罗斯60%的硬煤和80%的炼焦煤，现在也扛不住了。已经17个矿山被关闭，其中一些还是永久性的。据俄罗斯能源部透露，还有27家公司正在破产边缘挣扎。就市场来看，全球对煤炭的需求仍在增长，但俄罗斯的采矿和运输成本太高，并且还卖不出去，没办法，只能减产。1月至7月，俄罗斯煤炭总产量下降了 7%， 而煤气尔等主要生产商产量更是暴跌 24%。在此之前，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德米特里·伊斯拉莫夫就曾透露，目前已经有51家煤炭企业要么倒闭，要么濒临倒闭。企业倒闭也就意味着矿工大规模失业，结果就是社会动荡。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临时止血措施，暂时暂停征收采矿税和社会缴款。法案会一直持续到11月，但这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改变全球煤炭价格，俄罗斯煤炭公司的问题不会消失。火力军很期待俄罗斯经济崩溃的那一天。黑海侦察常态化，美军 P8A 波塞冬亮剑。根据媒体报道，一架 P8A 波塞冬从西西里岛的西格内拉海军航空站出发，沿着保加利亚、瓦尔纳和俄罗斯索契之间的航线飞行，监视俄罗斯舰队，掌控俄罗斯导弹活动，并向乌克兰提供情报，顺带展示一波实力，宣示北约在黑海区域的影响。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这种巡逻已经是家常便饭。除了美国、法国空军和太空军也定期在黑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在6月份，2架英国皇家空军的台风战斗机从波兰起飞，拦截了2架俄军从加里宁格勒起飞的安20和伊尔20M。北约与俄罗斯在东翼的空中较量已经越来越激烈。这次在黑海飞行的 P8A 还加装了 APS-154， 这是雷神公司开发的下一代雷达吊舱，最大限度地扩大覆盖范围，可以轻松检测俄罗斯海军演习、沿海基础设施、导弹部署以及快速移动的船只等。北约与俄罗斯在东翼的空中较量已经越来越激烈。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使团大楼遇袭，欧盟会有什么举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